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有2-3天没有出节目了，因为呢，这2-3天我都在路上。前天也就是9月29日，我从纽约返回德国。昨天回到德国之后呢，我又花了差不多1整天的时间睡觉，然后呢，恢复元气吧。这次去美国，我觉得我的身体应该出了问题，也可能是我的更年期到了，或者是已经结束了吧。大家别笑话呀，男人也有更年期。我就觉得我现在这身体的状况就是一个更年期的现象。所以呢，这次去比如说纽约，原来计划好的地方，有些地方我想去的，比如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，我想去，因为里面听说有很多的中国国宝，还有我看见呢有些国宝就被美国人随意的摆放在那里，只要进去博物馆的人都可以随便去摸啊。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对别的国家或者文化的那种文物不加保护，这种是非常不负责任的。但是没办法，那些文物在人家手里，所以我就想了，如果有一天这些文物能够慢慢的让他们回家，或者让他们尽快回家，这样真的非常好。不过我不知道我这样一个想法能不能实现。我认为呢，这是一个国家国力的体现。只要你这个国家国力到了，那么到时你采取什么手段，一定可以让他们回家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是很多爱国华人以及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吧，就是让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到自己的祖国，回到自己的家。我不知道我这想法是不是有点天真啊？但是当我想到那些文物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的心痛。同样的，当我去什么巴黎那个罗浮宫啊，特别是大英博物馆啊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啊。我看到那么多的中国文物，心里真的非常的痛，而且又对英国这种殖民者，他们过去呢对中国的烧杀抢掠充满了仇恨。对不起啊，我对这些西方所谓的列强，我的心里是有仇恨的，没办法。还有这次呢，其实我原来计划又要去看看，比如说像华尔街这样的所谓打卡点、网红点吧。华尔街其实呢是一条非常小的短的街道。另外呢，现在是特朗普上台嘛，所以这次我也计划去特朗普大厦再去看看。但是这些计划呢都落空了，就因为我自己身体呢不好，出了几天，出外面比如说去了那个布鲁克林那边看纽约天际线，我去了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我去了中央公园，然后我还去了那个唐人街，好像数来数去去了3-4天外面。另外呢，我还去了2天亚特兰大，就这样。其他我几乎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待在室内，那没办法。哎，人还是老了啊。现在我回到了德国，所以呢，我就想那个对这次纽约以及亚特兰大之行，也就是我这次美国之行，做一个总结嘛，一些感想，也可以说是通过现象看本质。对长居美国人来说，当然我这样去啊2-3个礼拜，只是走马观花。以前我告诉了大家了，我去过美国大概5-6次吧，就是比普通我觉得去美国去旅游的国人，我觉得我对美国的观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深入的。但即使这样，对于那边长期居住的华人来说，我真的是走马观花。所以我下面讲的也许有不太正确的地方，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啊。我虚心接受批评，但是拒绝谩骂。首先我来说一些正面的东西。过去很多人说美国的公共交通非常的烂，这里呢我有点持保留态度。因为呢这次我虽然只是去了比如说像纽约、亚特兰大这种大城市啊，我发现美国的城市，只要你足够有耐性，我认为呢作为出行的人，没有自己的汽车也是可以出行的。特别像纽约这样的城市，它的公共交通应该在美国是数一数二的，因为地铁还有它的那个巴士是全年365天24小时不歇业。像这样的公共交通系统，我在全世界还没有找到第二个，真的没有找到。比如说在德国，我就觉得已经够好的了。
但即使这样，像在科隆，我们这里100万人口的城市，它的周末公共交通是24小时运营的，但是周一到周四，比如说地铁，大概是午夜凌晨1点钟就停止了，然后呢，大概是早上5点钟左右又开始运营了。这比中国相对来说还要好一些啊。我觉得中国一般地铁是晚上23点多怎么样，然后就停运了，早上5点多又开始运行。所以在中国有的时候你出行啊，特别是夜间不是特别方便。在德国还有像在美国纽约，我就觉得太方便了。而美国，特别刚才说了纽约这点，我觉得真的很好。所以呢，这打破了我以前对美国这个公共交通特别差的认知。当然了啊，我指的是美国大城市，屈指可数的美国就那么几个大城市，它有相对比较好的公共交通系统，其他的都比较渣。另外一个呢，我就觉得不考虑、不折算他们的收入，不折算成人民币。像纽约呀，像亚特兰大，他们的公共交通价格我觉得可以接受，可以说不贵，因为按照本地人的收入就是3000、5000，大概这个幅度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坐一次地铁，比如说亚特兰大2.5块，然后呢纽约2.9块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一点我就觉得美国城市的公共交通能够接受，不是那么不堪。第二点，我就觉得就是美国他们超市，注意啊，这里只是超市的那个物品，我认为他们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另外一个呢，美国的汽油相当的便宜，在亚特兰大大概是$31加仑，1加仑是3.78升，也就是说1升$1都不到，大概人民币5块钱1升。然后纽约大概是$4一加仑，也就是7块7块多，这是折算成人民币也比在中国更便宜。所以呢，如果是考虑到他们的收入3到5千，然后呢，他们1加仑才是2、3块钱、3、4块钱，我就觉得相当便宜了，对不对？另外呢，就食品还有其他的物品吧，在美国的超市，我认为也是能够接受的。虽然我看到特别贵的那种水果，比如说像火龙果啊，一个当时居住地的附近那个比较廉价的超市，一个火龙果大概是1斤左右，就要8点多美元。我当时就觉得天价，因为折合成人民币就是60块钱啊，对吧？国内你们知道吗？1斤现在在美团或者拼多多买菜上面，大概1斤是3块人民币左右啊，可能北方更贵一些，但是在广西那边就是3块人民币左右，如果在市场买就更便宜。而在美国纽约1斤要60多块，60块钱，我就觉得是天价了。但考虑到他们每个月3、4千、4、5千收入，然后呢一个水果8块多9块钱，也觉得还能接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想，我的心里又平衡了。或者说一打鸡蛋$4，折合成人民币当然是非常的贵，但是如果是相当于在中国每个月3、4千块钱，然后呢12个鸡蛋4块钱，我也觉得能够接受。这样来说，我觉得美国超市的食品它的价格，特别是汽油的价格是相当的廉价啊。这是2点，我就觉得在美国还是值得肯定的地方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说说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，也请喷子们嘴下留情。第一个，我觉得最值得吐槽的地方，不仅是纽约啊，我觉得全美国都差不多，那就是基建非常的烂。从美国的基础建设可以反映出，虽然是世界第1强国，但是它的基建是第3世界国家水平。比如说吧，纽约，前天我从我住处，然后坐大巴去纽约那个城市机场叫拉瓜迪亚，在路途中间我就看了啊，因为要经过相当于高速公路快速路吧，然后还经过他们的那个高架桥，我发现啊，就是像纽约城市中间他们的路有些路段相当的烂，有多烂呢？补丁不算啊，它的裂缝是比较大的，
然后是凹凸不平的啊，肯定非常的耗那个车胎，然后呢非常容易损坏这个车子。因为我去过很多的地方，即使在德国它的基建也不是特别的好，但是德国的道路还是要比美国更好。我们对标美国纽约，那只能是跟中国上海对标，对不对？大家自己也看到上海的街道有多好，我是说路面啊，就路面非常的平，几乎没有什么坑洼。但是纽约不仅是我那个经过那条路啊，而是我见过凡是纽约的街道，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比较破的，有很多的破洞。然后呢，刚才说了，坑坑洼洼，凹凸不平，这是道路。地铁就不用说了啊，纽约地铁我们也知道有100多年历史，但是旧并不是不维护它的借口呀。因为你建一样东西，难道你从建好之后就从来不用维护了吗？但是美国纽约地铁的感觉，不管是地铁它的建筑物也好，还是里面啊它的铁轨啊站台也好，好像几十年了都没有去维修过。我甚至还专门拍了一些特写镜头，真的是根本就没法看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，这地铁车站是会突然会散架、会坍塌呢？完全有可能啊，因为那些钢筋它是会生锈的、氧化的，然后呢，它有衰老期，对不对？突然它的那个年纪到了，可能突然就折断了，这样真的有可能啊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去坐纽约的地铁，一个是治安是非常的受到质疑，另外一个呢，我觉得它的那个材料，它会到一定寿命之后，突然可能会出事故。所以我认为你坐纽约地铁虽然便宜啊、方便，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危险的。不知道我是不是多虑了啊？这是我看到像纽约地铁这种状态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，真的非常的危险。另外呢，不仅是纽约地铁啊，还有我见过的美国的房子，我去过美国的很多地方，几乎都这样。他们的房屋，我认为啊，从外观来说是缺少维护的，不知道他们维护多久维护一次，不知道。特别是城市啊，给人非常破败的感觉，比如说墙啊，斑斑驳驳的，到处都涂鸦，给人脏兮兮的感觉。本来一栋房子它的墙还可以的，但是被一喷上这个涂鸦之后，无法直视了。不仅是它的墙壁啊，还有门窗啊，都是很斑驳的、老旧的。还有美国的城市的很多的管道，我认为呢也是非常老旧了。因为你看，特别有些那种消防的水龙头、水管，就生锈的不成样子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摆设呀？这是给普通人、外人第一印象就是这样啊。呼应了前面我说的，就是从基建这部分来说，虽然美国号称世界第一强国，但是它的基建确实在一些方面啊，给人第三世界的感觉，也就是与美国这个第一强国的国际形象呢，非常的不合拍。另外，我不知道去过美国的人有多少是坐飞机去的，有多少呢在美国境内不是那个旅游大巴，而是自己像当地人一样去坐当地的长途大巴，有多少人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在美国坐过很多长途巴士，我大概知道啊，美国他们长途巴士的运营模式，当然也包括加拿大，也包括德国啊，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吧。也许中国是个例外，但我不得不把中国与他们相比较啊。大家喜欢互相比较，这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取长补短嘛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思维。我们喜欢学习对方好的地方，改正自己，我觉得这很好啊。在美国，我觉得是分阶级的，即使是这种公共交通工具也是分阶级的。比如说美国的机场，大部分机场当然是绝对无法与中国这种现代化机场相比较的。比如说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JFK， 它这机场相对来说在美国算好的，但即使这样，与中国的国际机场，什么北京大兴机场啊、成都天府机场，美国这个 JFK 与中国的根本没法比。但即使这样，我就觉得美国 JFK 已经不错了。
至少呢，比如说它有零接驳的公共交通工具，在那里可以坐大巴，也可以坐轨道交通，然后呢换乘到其他地方去，这点不错。还有新泽西那边有一个叫纽瓦克机场，这个机场我的印象是，我是2年前是3年前去的，我就觉得要比 JFK 比肯尼迪国际机场要稍微那个烂一点。然后呢，整个周围的环境也非常的不好，特别是纽瓦克机场，因为那边我就觉得有一些是贫民窟还是怎么样，反正我坐那个车经过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危险。我想说的是，就是美国这机场相对于它的那个长途巴士已经算好的了。还有呢，美国纽约有个城市机场叫拉瓜迪亚，这个机场是我见过美国少有的比较好的机场之一，我真的觉得非常不错。这个机场呢比较新，它可能这个航站楼是新的吧，比如说 Terminal B 也是新的，它各种设施特别的先进啊。去那里坐飞机的人相对来说是比较体面的，比如说纽约有联合国的总部，对吧？还有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什么重要机构可能都设在纽约，所以从这个拉瓜迪亚这个城市机场进出的很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所以呢，这个机场建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，这个相当于美国的门户啊，所以它建得好一些，对吧？但是离这个机场大概1公里的地方，如果你坐巴士去的话，你就觉得脏得真的无法直视啊。那个快速路的两边，特别是挨着汽车那边，那个篱笆就是种了很多的那个灌木丛里啊，非常多的垃圾。如果是坐公交车，还有2站地到达那个拉瓜迪亚机场的时候，那个公路的两边，特别是挨着只开车的那边，没有房屋的那边，特别的脏，特别多垃圾。前天我坐巴士去机场的时候，我真的大吃一惊。刚才说的是机场相对来说比较好，因为都是这个社会中产阶级以及上层他们使用的那个基础设施，所以比较好。反差很大的那就是美国的长途车站。美国长途车站主要是有比如说灰狗啊，灰狗巴士，然后呢是 FlixBus， 他们2家大的公司。我发现美国这种长途巴士站，它是没有像中国那种旗座非常规模宏大的，里面有空调有座位的那个长途巴士公司，那个运营呢都在里面，有卖票的，有候车的，就相当于中国火车站还有中国的机场那种运作模式，在美国是没有的。甚至大部分啊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是在华盛顿还是在费城，它的灰狗巴士是在室内的，其他的我坐过的都是在室外的。我在 San Jose 应该是硅谷，我在美国硅谷坐长途巴士，那个地方也是露天的。然后在美国纽约有2个这个 FlixBus 上车点，都是在室外的。有一次我是大冬天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因为我提早到了，提早大概差不多1个小时，没有地方呀，只是在那个地方它有块牌，比如说 FlixBus 在这里等，那个地方除了这块牌，其他任何的设施都没有，你只能干等。你们想，美国纽约冬天有多冷？我估计那天应该是零下2、3度，虽然没有下雪，但是啊，那个冷啊是刺骨的那种冷，周围没有任何地方给你避寒的，都没有。而且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，直接就是露天。你们能想象吗？这是长途汽车站。还有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市区，不知道是28街是35街，也有个 FlixBus 的上车点、下车点、上车点，那个地方也是露天的。那稍微好一点啊，如果我冷的时候，我可以跑进那个地铁站，可能去里面等，然后到点了再出来，但是又怕错过呀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在那等等等。